德外长的访华居然是调虎离山之计。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先说结论，德国最访华外长访问中国，很可能是一出调虎离山之计，而且这个计谋大概率是中德双方打的一个相当默契的配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德国外长访华的时候，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干了一件大事。不久前，德国社民党的93名保守派议员联合发难，他们发布了一份文件，大肆批评外长贝尔伯克、经济部长哈贝克等人将对华战略变成了反华战略。众所周知，目前德国正处于调整对华战略的关键时期，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访华之前曾主导起草了一份初步的对华战略文件。正如社民党那些议员所说，贝尔伯克起草的对华战略本质上就是反华战略。因此，这次社民党93名议员联合起来，就是要纠正德国的对华战略，让德国外交部脱离过度对抗中国的陷阱，敦促德国政府实施一份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贝尔伯克这个时候还在德国，那不用说，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自己极端的反华观点，让德国对华战略持续处于脱轨状态。但问题是，社民党这些议员发布文件的这几天，贝尔伯克恰好在访问中国，即便是再不懂外交礼仪的人，也不会在别国首都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对这个国家的观点。更何况，为了做这位德国女外长的工作，我们确实有够努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位最反华的女外长，在北京也不得不低头，说出了支持马克龙的观点。但是贝尔伯克一访问中国，社民党议员就联合发表文件，事情真的有这么巧吗？所以个人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德国是达成了某种默契的。中国主动邀请贝尔伯克访华，一方面是想尽力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德国的对华战略回到正轨上，也为欧洲构建战略自主权，减少阻碍；另一方面，则是有利于德国内部进行整顿，把贝尔伯克这个最反华的声音刨去了，那德国要形成一个务实的对华战略就简单多了。其实，自从马克龙访华后，欧洲的风向就出现了变化。别看表面上马克龙被欧洲舆论围攻，一副被孤立的样子，实际上呢，不管是法国的左翼还是右翼，都相当支持马克龙的对华态度。而现在身为欧盟另一位话事人的德国，对华态度也在慢慢回到正轨。在这种局面下，哪怕是最善于反华的德国外长，也不得乖乖就范，不情不愿地说出支持中德、中欧友好的话。当然呢，欧洲对华政策回到正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依赖欧洲来摆脱美国的钳制了。对我们来说，让欧洲正视中国，只是我们往前迈出的一小步。要想真正突破美国封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还得靠自己，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在欧洲风向变化的同时，我们该冷静还是得冷静，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